林妈，听说政府要开发咱这片区域了，你家宅基地怎么也能拿180万？隔壁的赵婶激动地嚷嚷着：“妈，这笔钱您打算怎么处理？”女儿小云轻声问道，眼神平静如水。儿子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女儿迟早是别人家的人，这钱当然得给你哥买婚房用。林妈语气坚决：“哥，恭喜你，希望这笔钱能帮你圆梦。”小云嘴角微扬，眼中情绪无人能解。林妈拆迁款全给了儿子，女儿一言不发。65岁寿宴那天，林妈彻底震惊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夏末的阳光像金色的丝线，洒在小李庄的土路上，老槐树枝叶繁茂，投下斑驳的树影。林妈站在祖传的老宅门前，双手支在腰间，目光扫视着院中那些堆积了几十年的旧物，墙上爬满了岁月的痕迹。一声长叹从他干裂的嘴唇间溜出，岁月不饶人啊！他喃喃自语。这座承载了他大半生悲欢的老房子，再过不久就会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化为一堆碎砖烂瓦。20天前，镇里下发了开发通知，整个小李庄如同被投入了一块巨石的平静湖面，家家户户茶余饭后的话题都离不开拆迁补偿和安置房的事。赵婶提着刚从自家菜园摘来的茄子，倚在林妈家的篱笆门边，眼中闪烁着八卦的光芒。老姐，你家那块地足有150平呢，这次肯定能拿不少钱。林妈没有立刻回答，她抬眼望向远处那片曾与老林同甘共苦耕种了30年的田地，如今插满了写着支持政府规划、配合拆迁工作的红色标语牌。能拿多少还两说呢，再多的钱也比不上这老宅的情分。林妈轻声回应，语气中是掩不住的无奈，但眼底深处却闪烁着一丝期待。赵婶搓了搓手，朝前迈了2步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村支书林大壮亲口说的，按现在的政策算，你家至少能拿180万。林姐，这可是笔大钱啊，得好好规划才行。180万，这个数字如同一块巨石，激起了林妈心湖的波澜。她这辈子从未见过这么多钱。老林在世时最辉煌的时候，存折上也不过7、8万元。如今，命运似乎突然向他抛来了一张横财的网，让他既心跳加速，又隐隐不安。妈，我回来了。熟悉的女声打断了林妈的思绪。她转身看到小云拎着几袋水果和蔬菜走进院子，身后跟着女婿张海。这孩子又乱花钱。林妈嘴上责备，眼角的皱纹却舒展开来。小云今年32岁，在县农商银行做客户经理，工作稳定，但薪水平平。她嫁给了邻村的张海，两人感情很好，只是婚后5年一直没能生育，这让林妈心里总是放不下。妈，村里要开发的事是真的吗？小云放下东西，在林妈身边的石凳上坐下。林妈点头，是啊，上周村支书来量过房子了，说再有1个半月就要动工了。张海帮忙整理水果，插话道：“妈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，照现在的补偿标准，您这老宅能值不少钱呢。”可不是，赵婶刚才还说能拿180万呢。林妈语气中藏不住欣喜。小云和张海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读出了惊讶。180万对他们这样的工薪家庭来说也是一笔巨款。妈，您想好这笔钱怎么用了吗？小云小心翼翼地问道，声音轻得像是怕惊扰了什么。
林妈的目光投向院子角落那棵老桃树，嘴角浮现一丝莫名的笑意。还能怎么用？你哥马上要结婚了，正缺一笔钱买房子呢。张海的眉头瞬间皱起，随后又迅速恢复平静。小云则一直保持着波澜不惊的表情，只是右手的指尖在膝盖上轻轻敲打着某种节奏。妈，这么大一笔钱，还是好好考虑一下比较妥当。小云语气平静地说。林妈摆摆手，有什么好考虑的？家里就你和你哥2个孩子，你已经嫁人了，家里的事以后和你也没多大关系了。你哥是男孩子，得传宗接代，咱林家的根在他身上啊。这番话如同一把无形的刀，无声地划过小云的心，但他只是淡淡一笑，没有反驳。张海看了看妻子，想说什么，却最终没有开口。对了，你哥今天要回来，说有要紧事跟我商量。林妈突然想起什么，站起身向厨房走去。我去准备晚饭，你哥最爱吃的红烧肉好久没做了。小云和张海留在院子里，夏日的阳光穿过桃树的枝叶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你真的不打算说点什么吗？张海低声问，眼中带着几分不满。小云摇摇头，没什么好说的，这是妈的决定。可这180万里也有你的一份啊，你为这个家付出的不比大林少。张海有些激动，小云拍了拍丈夫的手，示意他冷静。钱不是最重要的，妈这辈子不容易，她想怎么安排是她的自由。再说了，大哥确实需要这笔钱，我们现在日子过得也不差。张海还想说什么，但听到厨房里锅碗的碰撞声，只好暂时按下心中的不满。傍晚时分，大林回来了，他比小云大3岁，在县建筑公司做项目主管，身材魁梧，一张国字脸上始终挂着自信的笑容。妈，我回来了！大林中气十足地喊道，随手将公文包扔在沙发上，径直走向厨房。哇，红烧肉太香了！林妈笑的眼睛眯成一条缝，知道你要回来，特意做的，快洗手吃饭吧。你妹和妹夫也在呢。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，气氛融洽。大林大口吃着肉，不时给林妈夹菜，嘴里讲着公司里的趣事，逗得林妈开怀大笑。小云和张海则相对安静，礼貌地听着，偶尔应和几句。饭吃到一半，大林放下筷子，神秘地笑了笑。妈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。林妈好奇地看着儿子，什么好消息？快说来听听。我谈了个对象，姑娘特别漂亮，性格也好，在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当护士长。大林眼中闪烁着得意，他父母明确表示，如果我能在县城买套像样的房子，就同意我们结婚。林妈闻言大喜，真的，我儿子终于要成家了，房子的事你不用担心，等拆迁款到手，妈就把钱给你，你去县城买最好的房子。大林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。妈，您同意了？太好了，我看中了县城东区那个新楼盘，环境特别好，离医院也近，有了拆迁款，你想买哪里就买哪里。林妈拍着胸脯保证。席间，小云一直低头吃饭，没有参与这个话题。张海几次想插话，都被小云的眼神制止了。晚饭后，大林迫不及待地拉着林妈去商量房子的事。小云和张海主动收拾碗筷，厨房里只有水流声和碗盘的碰撞声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在意？张海边擦盘子边低声问道。小云沉默片刻，轻声回答，在意又怎样？在妈心里，儿子永远是第一位的。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这是他根深蒂固的观念，改不了的。
张海叹了口气，不再言语。3天后，拆迁办的工作人员来到林妈家，带来了正式的拆迁协议。根据测量结果和补偿标准，林妈家的宅基地和房屋共计可获得175万元的补偿款。林大姐，您看看协议内容，没问题的话就签字按手印。戴着眼镜的年轻工作人员递过一份文件。林妈看不懂那些专业术语，但175万的数字让她心潮澎湃。她想叫大林来看看，但儿子今天加班没回来，小云也不在家。我签字没问题。林妈最终决定不再等孩子们的意见，直接在协议上签了字，又郑重地摁下了大拇指的红手印。10天后，拆迁款打到了林妈的银行卡上。站在 ATM 机前，看着那一长串数字，林妈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她第一时间给大林打电话，让他回家一趟。大林闻讯立即请假回来了。林妈将银行卡交给他，说道：“儿子，这钱你全部拿去吧，只要你娶个好媳妇，给妈生个孙子，妈这辈子就值了。”大林接过银行卡，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“妈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用这笔钱，给您娶个好媳妇回来。妈，我能问您件事吗？”大林犹豫了一下，又开口道。林妈点点头，说吧，什么事？这笔钱您不打算给小云一部分吗？大林面露难色，似乎不太情愿问这个问题。林妈的脸色变了变，给小云，她都嫁人了，家里的钱凭什么给她？再说了，她和张海2个人都有稳定工作，日子过得也不错，不是吗？大林见状，没再多说，只是点了点头。妈，您说的对，那这钱我就全收下了，会好好用的。大林离开后，林妈独自坐在院子里，望着远处的田野，思绪万千。虽然她嘴上这么说，心里还是有一丝不安。小云是她的女儿，从小懂事，长大后更是孝顺，可她却1分钱都没给女儿，这确实有些说不过去。但转念一想，她又觉得自己的决定没错。在她那一代人的观念里，女儿终究是要嫁人的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家里的财产就该留给儿子。再说了，大林确实需要这笔钱，没有房子，怎么娶媳妇呢？等大林成家立业，有了出息，我再从他那要点钱给小云补补。林妈自我安慰道。晚上，小云来电话询问拆迁款的事，林妈吞吞吐吐地告诉她，钱已经给了大林，让他去买房子结婚。电话那头，小云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妈，您做决定就好，我尊重您的选择。”林妈悬着的心放了下来，她本以为女儿会有意见，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接受了。小云啊，妈也是为了这个家好，你哥需要这笔钱娶媳妇，等他有出息了，会孝顺我的，到时候也会照顾你的。林妈解释道。我明白。小云的声音平静如水，听不出喜怒。妈，您别担心我和张海过得很好。挂了电话，林妈长舒一口气，她觉得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。小云这么理解她，更让她觉得欣慰。第2天，大林就请假去县城看房子了。1周后，他兴冲冲地回来，告诉林妈，已经选好了房子，准备付首付，剩下的钱打算做婚礼和添置家具用。妈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看？大林邀请道。林妈摇摇头，我对这些不懂，你自己拿主意就好，只要房子好，能让你媳妇满意就行。那你以后跟我们一起住吧，我买的是3室2厅，空间够大。大林提议道。林妈犹豫了，这个再说吧，我还是习惯在村里，等你结婚了，
我再考虑搬过去。拆迁后，林妈被安置在村委会旁边的临时房里，虽然条件比不上原来的老屋，但也算干净整洁。大林很少回来看她，忙着装修新房和筹备婚礼。倒是小云每周都会来看望，带些水果和生活用品，有时候还帮她打扫房间，陪她聊天。妈，您最近身体还好吧？小云一边整理衣柜，一边关切地问道。林妈点点头，挺好的，就是有点不习惯这新地方，晚上睡不太安稳。那您要不要考虑搬到县城来住？我和张海那里有个空房间，虽然不大，但住着挺方便的。小云提议道。林妈笑了笑，不用了，我住这挺好，等你哥结婚了，我再搬过去跟他们住。小云的手停顿了一下，但很快又继续了整理的动作。您开心就好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大林的婚期定在了3个月后。林妈眼看着儿子越来越少回家，打电话也总说忙，心里有些失落。但她安慰自己，儿子是为了成家立业，等结婚后就好了。婚礼那天，林妈穿上了新买的大红色绸缎旗袍，头发也特意去镇上的理发店做了一个简单的发型。小云和张海一大早就来接她，3人一起赶往县城。婚礼在县城一家4星级酒店举行，布置得喜气洋洋。新娘子叫李林，长得确实水灵，说话做事都很大方得体。林妈看着儿子穿着笔挺的西装，站在漂亮的新娘旁边，心里满是自豪。妈，您看嫂子漂亮吗？小云挽着林妈的手臂问道。林妈点点头，眼里闪着泪光。漂亮，真漂亮，你哥有福气。婚礼上，新郎新娘向父母敬酒，李林的父母接过酒杯，笑容满面地说了些祝福的话。轮到林妈时，大林和李林也端着酒杯走到她面前。妈，这是我们敬您的酒，谢谢您这些年的养育之恩。大林大声说道。李林也甜甜地喊了声妈。林妈接过酒杯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好好好，妈祝你们白头偕老，早生贵子。婚礼结束后，大林忙着招呼宾客，几乎没时间陪林妈说话。倒是李林过来陪了一会儿，叫了几声妈，说以后一定好好孝顺。林妈连连点头，心里美滋滋的。妈，您累了吧？要不我和张海送您回去休息。小云看出母亲的疲惫，关切地问道。林妈摇摇头，不用，我想再看看你哥和弟媳。最终，林妈还是在小云的劝说下，提前离开了婚宴。小云和张海送她回到临时安置房。林妈躺在床上，回想着今天的场景，心里满是骄傲和期待。大林总算成家了，以后肯定会更有出息。等他们安顿好了，我就搬过去跟他们住，享享清福。林妈美滋滋地想着。大林婚后很少回村里看望母亲，林妈打电话去问，总是说工作忙，或者新房子还在收拾，等收拾好了就接她过去住。林妈虽然有些失望，但还是理解儿子，毕竟刚结婚，有很多事情要忙。相比之下，小云和张海倒是常来看她，每周都会来一次，有时候还会接她去县城住几天。林妈虽然嘴上不说，心里还是很感动的。一天，小云来看望母亲，带来了一些新鲜的水果和一件厚实的毛衣。妈，这毛衣是我织的，天气越来越冷了，您穿上试试合不合身？小云说道，脸上带着期待的表情。林妈接过毛衣，触感柔软温暖。她记得小云从小就喜欢织毛衣，这些年来，每年冬天都会给她织一件。她是穿了一下，大小正合适，很好看，也很暖和。
谢谢我的好女儿。林妈笑着说道，心里有一丝愧疚。小云看着母亲，犹豫了一下，问道：妈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去大林那里住一段时间？毕竟他们结婚都快3个月了，新房子应该也收拾好了。林妈的笑容僵了一下，我也想去，可你哥说他们还没收拾好，等收拾好了就来接我。小云欲言又止，最后只是点点头。那好吧，等他们准备好了再说。又过了半个月，林妈终于忍不住给大林打电话，问什么时候能去他们家住。大林在电话里支支吾吾，最后说道：妈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李林他妈最近生病了，暂时住在我们家，等她好了，我立马接您过来。林妈听了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，但还是宽慰地说：没事，你照顾好你丈母娘，我这边不着急。挂了电话，林妈独自坐在屋子里，心里空落落的。她把全部积蓄都给了儿子，就等着享清福。可现在儿子的家里却住着丈母娘，没有他的位置。正想着，小云又来电话，说周末要带母亲去县城住2天。林妈勉强答应了，心里想着或许可以顺便去看看大林的新家。周末，小云和张海如约来接林妈去县城。路上，林妈提议去看看大林的新家。妈，您要是想去，我们就去。不过您最好先给大林打个电话，看他们在不在家。小云建议道。林妈拨通了大林的电话，对方响了很久才接起来。妈，怎么了？大林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。大林啊，我在县城，想去看看你们的新家，可以吗？林妈轻声问道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大林说道：妈，今天不太方便，李林他妈病情加重，我们刚从医院回来，家里也很乱。那行吧，你们忙，我改天再去。林妈强装轻松地说道。挂了电话，小云看着母亲失落的表情，安慰道：妈，没关系，等他们有空了再去。今天我带您去我家住，我做了您爱吃的冬瓜排骨汤。在小云家里，林妈受到了热情的款待，张海的父母也住在县城，特意过来看望他，几个人聊得很开心。晚上，小云给母亲准备了干净舒适的房间，还把早已洗好的棉被拿出来给她盖。妈，您睡这床被子暖和，我特意给您晒过了。小云细心地帮母亲铺好床，看着女儿忙前忙后的身影，林妈心里涌起一阵暖意，同时也有一丝愧疚。她想起了拆迁款的事，越发觉得自己当初的决定或许有些偏颇。第2天中午，林妈正在小云家吃饭，突然接到了村支书林大壮的电话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通知她。林姐，是这样的，咱们村新的安置房已经建好了，下周就可以分配了。按照您家的宅基地面积，您可以分到一套80平米的2室1厅。林大壮在电话里说道。林妈闻言大喜，真的，这么快就建好了？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去看看？随时都可以，你有空就来村委会，我带您去看看。不过这房子只能您本人住，不能转让给子女。林大壮特意强调道。林妈点点头，我明白，这房子我自己住，够用了。挂了电话，林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小云和张海。小云也为母亲高兴，说等房子分下来，一定帮她好好收拾一番。下午，小云和张海送林妈回村里。路上，林妈突然说道：小云啊，妈有个想法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小云看了母亲一眼，妈，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。林妈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开口道：这安置房分下来后，妈想过些日子卖掉，
再凑些钱给你买套房子。当初拆迁款全给了你哥。妈心里一直有些过意不去。小云听后急忙摇头：妈，您别这么想，那钱是您的，你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。再说了，我和张海现在住的房子虽然不大，但也够用了。您的安置房自己留着住最好，千万别卖。张海也在一旁附和：是啊，妈，您别有心理负担，我和小云日子过得挺好的，不需要您操心。林妈看着女儿和女婿，心里更加惭愧了。她当初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儿子，一分没给女儿。可女儿不仅没有抱怨，反而一直孝顺体贴，这让她心里越发不是滋味。回到村里，林妈去村委会找林大壮，看了即将分配的安置房。房子虽然不大，但布局合理，采光良好，比他现在住的临时房好多了。林大壮说，再过2周就可以办理入住手续，到时候会发钥匙给他。林妈心情大好，当晚就给大林打电话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大林在电话里也表示祝贺，但当林妈提出要不要来看看新房时，大林又推说工作忙，改天再说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转眼间林妈已经搬进了新的安置房。小云和张海帮她把简单的家具都搬了进去，又买了一些新的生活用品，把房子布置得温馨舒适。大林来看过一次，带着李林匆匆忙忙的来，又匆匆忙忙的走，只留下一句妈，有空常联系。林妈虽然有些失望，但还是安慰自己，儿子工作忙，能抽空来看他已经很不错了。安置房住了半年后，林妈越来越习惯了这里的生活。村里的老姐妹们常常聚在一起打牌聊天，日子过得也算悠闲。小云每周都会来看她，有时候还会接她去县城住几天。唯一让林妈心里不舒服的是，大林来的越来越少，打电话也总是说忙。有一次，她主动提出去县城看看大林，大林在电话里支支吾吾，最后说家里在装修，不方便住人。大林，你们不是早就装修好了吗？怎么又装修？林妈疑惑地问道，手指紧握着电话。哦，是卫生间出了点问题，需要重新装修。妈，等修好了，我再接您过来住几天。大林随口应付，语气中透着不耐烦。林妈轻叹一声，不再多问，挂了电话。她坐在窗前的藤椅上，望着窗外的夕阳，心情如同那即将西沉的太阳一般暗淡。儿子结婚1年多了，他还没在他家住过一晚，这与他当初的期望相差甚远。落日的余晖洒在林妈布满皱纹的脸上，映出一片茫然和失落。他想起当年把175万全部给了儿子，期望他成家立业后能赡养他，可现在看来，这似乎只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。夜深人静，林妈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无法入睡，脑海中不断浮现儿子冷淡的态度和女儿关切的眼神。她开始反思，当初把钱全给儿子的决定是否正确。可思来想去，她又觉得即使重来一次，自己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在她那一代人的观念里，儿子永远是家里的根本。此时，林妈卧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，那是老林还在世时拍的。照片中的大林站在父亲身边，挺直腰板，小云则依偎在母亲身旁，笑容甜美。看着这张照片，林妈的心像是被什么揪住了。老林啊，你看我们的儿女现在怎么样了？你可知道我的选择对不对？她喃喃自语，眼角湿润。邻居王大娘的外孙女小文是村里第1个大学生，如今在省城做了教师，
每次回村，小文都会带着一堆礼物，孝顺地陪王大娘说话、看病、打扫卫生。村里人都羡慕王大娘有个好外孙女，林妈也时常感叹，女孩子倒是比男孩子更念旧情啊。时光如水，岁月如梭，转眼间3年过去了，林妈的65岁寿辰即将到来，这在农村是个重要的日子，意味着人生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。1个月前，小云来看望母亲时，提起了这件事。妈，您的65大寿快到了，我和张海想给您办个寿宴，您看怎么样？林妈摆摆手，不用麻烦了，就咱们家人吃顿饭就行。不行，65大寿是重要的日子，怎么能随便过？我已经跟大林商量过了，他说他来安排。小云坚持道，眼中闪烁着期待。林妈一听儿子要操办，心里顿时乐开了花。真的，大林愿意操办，那太好了。小云点点头，是啊，他说这是您的大日子，一定要隆重一些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林妈每天都盼着大林的电话，想知道寿宴的安排情况。但直到寿辰前1周，大林都没有任何消息。林妈按捺不住，主动打电话询问大林：“我的寿宴准备的怎么样了？”林妈直接问道，声音中带着期待。电话那头，大林明显一愣：“寿宴？哦，对，您的寿宴。妈，我最近工作太忙，还没来得及安排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”林妈听出儿子语气中的敷衍，心里有些失落，但还是抱有希望。那你打算在哪办？请哪些人？我这边有几个老姐妹，一定要请的。妈，这些细节我来安排就好，您别操心了。等有了具体安排，我再告诉您。大林含糊其辞地说道。挂了电话，林妈坐在沙发上，心里七上八下。她总感觉儿子不太上心，但又不愿往坏处想。也许儿子是想给他一个惊喜呢。寿辰前3天，小云来看望母亲，顺便询问寿宴的事情。妈，大林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？地点定了吗？小云边泡茶边问道。林妈尴尬地笑了笑，她说她在安排，具体我也不清楚。你有空的话，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吧。小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拿出手机拨通了哥哥的电话。电话接通后，兄妹俩聊了好一会儿。林妈在一旁看着女儿的表情，由期待变成严肃，再到失望，心里不禁一沉。大林怎么说？等小云挂了电话，林妈迫不及待地问道。小云犹豫了一下，勉强笑道：“她说他会安排的，让我们不用担心。”林妈虽然感觉有些不对劲，但还是选择相信儿子的承诺。她甚至开始准备寿宴要穿的新衣服，想着到时候儿子肯定会风风光光的给她庆祝生日。寿辰前1天晚上，林妈接到了大林的电话，她满心期待地接起来，以为儿子是来告诉他明天寿宴的具体安排。妈，我有点不好的消息要告诉您。大林的语气低沉，林妈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公司临时有个重要项目，明天我必须去省城出差，没法参加您的寿宴了。大林说道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歉意。但林妈总觉得这歉意不太真诚。那寿宴怎么办？林妈问道，声音微微发颤。这个，我想可能需要推迟了。妈，您知道的，工作重要，等我回来再给您补办，好吗？大林敷衍道。林妈沉默了许久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好吧，你工作要紧。”挂了电话，林妈坐在黑暗中，眼泪无声地滑落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倾其所有帮助的儿子，竟然连他的65大寿都不愿意参加。那一刻，
他想起了老林生前常说的一句话：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对人好，人家才会记得你的好。窗外皎洁的月光洒在地上，勾勒出一片清冷的光影。林妈望着天上的明月，仿佛看到了老林在对她摇头。我错了吗？她轻声问着月亮。夜风透过窗缝吹进来，带着一丝凉意，就像现实给她的回答一样冰冷。第二天一早，林妈独自坐在餐桌前发呆，眼前的西坡也吃不下去。突然，门外传来一阵欢快的脚步声，随后是熟悉的敲门声。谁啊？林妈拖着沉重的脚步去开门，一开门就愣住了。门外站着的是小云和张海，还有张海的父母李大伯和孙阿姨，以及村里的几个老姐妹。她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礼物，脸上洋溢着笑容，还有几个年轻人手里提着摄影器材。妈，生日快乐！小云笑着说，热情地拥抱了母亲。林妈仍然没从惊讶中回过神来，眼睛直愣愣地望着门外的人群。你们这是？妈，我们来给您过65大寿啊！快让我们进去吧，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小云挽着林妈的手臂，将她引回屋内。林妈这才发现，屋里已经被装饰一新，墙上挂着红色的气球和彩带，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和一个精致的寿桃蛋糕。一条写着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的红色横幅挂在最显眼的位置。这是什么时候布置的？林妈不可思议地问道。张海笑着解释，昨晚您睡着后，我们悄悄过来准备的。我们想给您一个惊喜。姐姐，来，今天是你的大日子，快坐下享受吧。赵婶笑呵呵地拉着林妈坐到主位上。林妈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昨晚她还因为儿子的爽约而伤心难过，没想到今天女儿和女婿给了她这么大一个惊喜。小云向身后的几个年轻人点了点头，那些人立刻开始架设设备。妈，我们还请了专业的摄影团队，要给您拍一套65大寿的纪念照和视频呢。这要花不少钱吧？林妈心疼地问。小云握住母亲的手，妈，您的65大寿只有一次，再贵也值得。再说，我和张海现在工作都不错，这点钱不算什么。不一会儿，更多的宾客陆续到来，村里的老邻居们、张海的亲戚、小云的同事，屋子里很快热闹起来。林妈被众人围在中间，接受着大家的祝福。林姐，65大寿啊，恭喜恭喜！林大姐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林阿姨，祝您健康长寿，天天开心。看着眼前热闹的场景，林妈的眼眶湿润了。她没想到自己的生日会这么热闹，这么隆重。正当宴席进行到一半时，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。小云去开门，然后带着一位穿着朴素的老人走了进来。妈，您看谁来了？小云高兴地说，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。林妈抬头一看，惊讶得差点站不稳。来人竟是她多年未见的妹妹林小红。姐，65大寿快乐！林小红热泪盈眶地拥抱了林妈。小红，你怎么来了？林妈激动的声音发颤，手指微微颤抖。是小云找到我的，说要给您一个惊喜。林小红笑着说，我这不是赶紧坐车来了吗？姐，您看起来气色真好。林妈回头看向女儿，小云正含着泪微笑着。原来小云知道母亲一直想念远嫁外省的妹妹，特意花时间找到了姑姑的联系方式，邀请她来参加母亲的大寿。小云，林妈说不出话来，只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宴席进行到高潮时，
小云突然站起来，清了清嗓子，屋内的喧闹声渐渐平息，所有人都看向她。各位亲朋好友，今天是我母亲65大寿的日子，首先要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空前来祝贺。小云开始说道，声音清亮而有力。我妈一生勤劳朴实，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太多。小云声情并茂地讲述着母亲的一生，年轻时吃了多少苦，如何含辛茹苦地把她和哥哥拉扯大，如何在父亲去世后独自撑起这个家。说着说着，小云自己也红了眼眶，在场的许多人也不禁落泪。妈，今天我想对您说，女儿长大了，今后换我来照顾您。虽然我知道在您心里，儿子始终是第一位的，但女儿的心意不会比儿子少一分一毫。小云说到这里，顿了顿，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。妈，这是我和张海给您准备的生日礼物。林妈接过盒子，疑惑地看着女儿，在众人的鼓励下，她打开了盒子，里面是一把钥匙和一份文件。这时，林妈不解地问，妈，这是一套公寓的钥匙和房产证，位于县城中心区域，离我和张海住的地方很近。小云解释道，我们想请您搬到县城来住，这样我们能更好地照顾您。现场一片哗然，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小云和张海。县城的房子多贵啊，这对年轻夫妇竟然给老人买了一套，这怎么行？房子多贵啊！林妈震惊地说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张海的母亲在一旁感叹道，林姐，你有个好女儿啊，多少人家的儿子都做不到这一点。是啊，女儿比儿子还孝顺，真是有福气。赵婶也附和道。林妈手捧着房产证，泪如泉涌。她想起了当初把拆迁款全给大林时，小云平静的表情，想起了这些年来，尽管自己对女儿有所亏欠，但小云从未抱怨过一句，反而一直默默地关心照顾着她。小云，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林妈哽咽着说，妈当年对不起你。小云连忙打断母亲，妈，您别这么说，那是您的钱，你有权决定怎么用，我从来没有怪过您。可是妈心里过意不去啊。林妈擦着眼泪说，你哥拿了我所有的钱，可他连我的生日都不记得。而你们，妈，我们都是您的孩子，孝顺您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小云握着母亲的手说，我知道在您心里，儿子是根，传宗接代很重要，但是妈，女儿也是您身上掉下来的肉啊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。小云去开门，站在门口的竟然是大林和李林。哥，嫂子，你们不是去省城出差了吗？小云惊讶地问道。大林低着头，表情尴尬。我骗了妈，其实没有什么出差，我只是不想操办这个寿宴。李林站在一旁，脸上也满是愧疚。小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控制着情绪。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吧。今天是妈的大日子，大家都在呢。大林和李林走进屋内，顿时感受到了众人异样的目光。林妈看到儿子出现，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复杂。妈，生日快乐！大林走到林妈面前，不自然地说道：“你不是出差吗？怎么回来了？”林妈平静地问。大林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李林在一旁小声解释：“妈，其实我们没有出差，是我妈看到小云在准备寿宴的事，告诉了我们，我们觉得很惭愧，所以赶回来了。”屋内一片安静，气氛有些尴尬。小云见状，立刻化解道：“既然都回来了，那正好一家人团聚。来，哥嫂子，坐下一起吃饭吧。”宴席继续进行。
但气氛明显不如之前活跃。大林一直低着头，不敢看母亲的眼睛。饭后，当宾客们三三两两地离开时，大林终于找到机会与母亲单独谈话。妈，对不起。大林垂着头说，我不该骗您说出差。林妈看着儿子，缓缓叹了口气。大林，妈不是怪你没有操办寿宴，而是心疼你连这点孝心都没有。当初拆迁款妈全给了你，一分没给你妹妹，可看看今天是谁在真心实意地对我好。大林无言以对，脸上露出惭愧的表情。妈不指望你还那些钱，但希望你能明白，金钱不是最重要的，真心才最珍贵。林妈继续说道，声音低沉而坚定。你看看你妹妹，虽然当初一分钱没拿到，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，反而一直默默地孝顺我。今天还给我买了房子。买房子？大林惊讶地问道。林妈点点头，指了指桌上的房产证，县城中心的一套公寓，就在你妹妹家附近。她说要接我去住，好好照顾我。大林看着那份房产证，脸上的表情越发复杂。他想起自己当初信誓旦旦地说要接母亲去新家住，可结婚后却一次次找借口推脱。想起自己拿了母亲的钱买房子，却从未真心实意地关心过她。想起自己连母亲的大寿都要撒谎逃避。妈，我真的很抱歉。大林声音哽咽，我辜负了您的期望。林妈看着儿子悔恨的表情，心中又心疼又释然。大林，妈不怪你，或许是妈当初做错了，不该把所有的钱都给你，让你变得不懂珍惜。但现在明白还不晚，以后好好对家人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大林点点头，眼中含泪。屋外，小云站在门口，听到了母亲和哥哥的对话。她悄悄擦去眼角的泪水，转身走开。她并不是要让母亲责备哥哥，也不是要炫耀自己的孝心，她只是希望母亲能真正看清楚什么才是最宝贵的亲情。宴席结束后，林妈在小云和张海的陪伴下，去参观了他们为她准备的新家。那是一套位于县城中心地段的小公寓，虽然只有70多平米，但布置得温馨舒适，处处可见女儿的细心。妈，您看这卧室，我特意选了您喜欢的淡绿色做主调，床和床垫都是您喜欢的硬度。小云带着母亲参观时介绍道，眼中满是期待。这厨房里的锅碗瓢盆都是新的，您爱做饭，我把厨具都准备齐全了。小云继续说道，手指轻抚着崭新的厨具。林妈看着这个温馨的小家，心中既感动又愧疚。她拉着女儿的手，哽咽道，小云，妈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你们为妈做这么多，妈却从来没有给过你什么。小云轻轻抱住母亲，妈，您给了我生命，给了我无私的爱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您不要再想那些事了，以后我们好好照顾您，让您享享清福。当晚，林妈就住在了新家，躺在舒适的床上，她辗转反侧，回想着这一天发生的一切。女儿的孝心让她感动，同时也让她对自己当初的决定感到后悔。第二天，村里的老姐妹们纷纷打电话来，羡慕她有个好女儿。赵婶甚至特意来访，感慨道，林姐，你真是有福气啊，女儿竟然给你买了县城的房子，这年头多少儿子都做不到啊。林妈笑着点头，心中却五味杂陈。她想起当初村里人都说儿子是根，女儿是花，所以她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儿子。可如今对她嘘寒问暖、真心关爱的却是女儿。1周后，在小云和张海的帮助下，林妈正式搬入了县城的新家。安置房里的东西
大部分都留下了，只带了些日常生活必需品和有纪念意义的老物件。搬家那天，村里的老姐妹们都来送行，纷纷羡慕林妈有个好女儿，晚年有福了。林妈笑着和大家道别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姐姐，你女儿真孝顺啊，自己掏钱给您买房子，多少人家的儿子都做不到这一点呢。赵婶感叹道。林妈点点头，眼眶有些湿润。是啊，我有个好女儿。搬到县城后，林妈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每天早上，小云会来陪她一起吃早餐，晚上下班后也会顺路来看看她有什么需要。周末的时候，小云和张海会带她去公园散步，或者一起去超市购物。张海的父母也经常来串门，和林妈一起打牌聊天，日子过得比在村里充实多了。大林虽然在寿宴后表示了悔意，但很快又忙于自己的事情，很少来看望母亲，偶尔打个电话，也是寒暄几句就匆匆挂断。一天，小云来看望母亲，发现她正在整理一些旧照片。妈，您在看什么呢？小云好奇地问道。林妈微笑着指了指照片，看看以前的照片，这是你小时候的，那时候你才6岁。照片上，小云穿着蓝色的背带裤，笑得天真烂漫，旁边是年轻的林妈，眼中满是慈爱。妈，你那时候最喜欢给我扎小辫子，说我是村里最聪明的小女孩。小云回忆道，嘴角挂着甜蜜的笑容。是啊，你从小就特别懂事，很少给我添麻烦。林妈抚摸着照片，眼中流露出怀念的神情。小云突然发现母亲手边还放着一个信封。妈，这是什么？林妈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打开信封，取出一份文件。这是我刚办好的遗嘱。遗嘱？小云惊讶地问。妈，您怎么突然想到这个？您身体不是很好吗？林妈笑了笑，人总有一天会离开，趁着现在头脑清醒，把事情安排好，免得以后给你们添麻烦。小云接过遗嘱看了看，发现母亲把安置房和所有积蓄都留给了她。她立刻摇头道：妈，这不行，您的财产应该平分给我和哥哥。林妈握住女儿的手。小云，妈已经想清楚了，当初拆迁款妈全给了你哥，一分没给你。现在妈只有这安置房和一点积蓄，就当是对你的补偿吧。可是妈，小云还想说什么，但被林妈打断了。妈已经决定了，这些年来是你一直在照顾妈，关心妈。你哥拿了那么多钱，却连妈的大寿都要撒谎逃避。妈现在才明白，亲情不是靠血缘决定的，而是靠真心。小云看着母亲坚定的眼神，最终点了点头。妈，您做什么决定我都尊重，但我希望您知道，我照顾您不是为了钱，而是因为您是我妈，我爱您。林妈感动地抱住女儿。妈知道，妈都知道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林妈渐渐放下了对儿子的期望和失望，开始享受和女儿一家的温馨生活。她也逐渐明白，亲情不是靠金钱来衡量的，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1年后，小云怀孕了。当拿到 B 超单，确认是个女孩时，林妈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妈，您不会觉得失望吗？不是男孩子。小云小心翼翼地问道。林妈摇摇头，坚定地说：不会，妈很高兴是个女孩，女孩好，女孩贴心。看着母亲真诚的笑容，小云知道母亲真的变了。那个曾经坚信根在儿子的老人，如今终于明白了，真正的根不是性别，而是那份真挚的爱与陪伴。若干年后，当小外孙女甜甜懂事后，常常会问外婆为什么那么疼爱她。
林妈总是若干年后，当小外孙女甜甜懂事后，常常会问外婆为什么那么疼爱她。林妈总是微笑着回答：因为你妈妈教会了外婆什么是真正的亲情。站在夕阳下，望着远处嬉戏的外孙女，林妈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生活有起有落，人心有冷有暖，但只要心中装着爱，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，都能成为生命中最坚实的根。那天傍晚，当余晖染红了整片天空，林妈拉着甜甜的小手，慢慢走在县城的河畔公园里。河面上波光粼粼，倒映着彩霞的色彩。外婆，为什么爸爸和妈妈说您很伟大？甜甜仰着小脸问道。林妈微笑着摸了摸外孙女的脑袋。外婆不伟大，外婆只是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啊？甜甜好奇地问。真正的亲情，不是血缘的多近，而是心灵的多近。林妈轻声说道，目光望向远方。人啊，有时候需要经历一些事情，才能看清真相。远处，小云和张海正朝他们走来，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，看着女儿和女婿。林妈感到一阵满足和安心，她知道自己的余生将在这份真挚的亲情中度过，而这比任何财富都更加宝贵。多年以后，当人们谈起林妈的故事时，总会感慨命运的奇妙。那个曾经把全部家产都给了儿子的农村老妇人，最终却在女儿的关爱中找到了幸福。有人说这是因果报应，有人说这是上天公平，但林妈知道，这只是人心的自然反应。你对谁真心，谁就会对你真情。大林在母亲搬走后，偶尔也会反思自己的行为，甚至尝试弥补，但那种出于愧疚而非发自内心的孝顺，终究难以持久。相比之下，小云的付出则是日复一日，细水长流，润物无声。正如那句古老的谚语，百善孝为先，孝心胜过金钱万两。真正的亲情，不在于给予多少物质，而在于付出多少真心。亲情的天秤永远向着真心那一端倾斜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